大家好，我是考据君，我现在位于温州南部的一座宁静小村中。今天原本是来看望家中的老人，但是忽然想起好久没有来村子里的村庙看一看，所以干脆做一期南方村庙的小考据，拍一集地方志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回到小村，每次感觉都不一样。经过牌坊，顺便在2只石狮子上撸一把。牌坊的话，南方小村子比较常见，但是石狮子各村就不一定有了。我们南方村子里的老人们特别喜欢翻族谱，只有村子祖辈上有出过做大官的读书人，才会在自己牌坊前摆上石狮子。祖上当官这事可不是我胡说的，据正氏宗谱载，郑家楼原名南楼，郑氏始祖于后唐同光2年924年迁居于此，筑楼而居，因此楼位湘中南边，所以被称为南楼，而该楼所在之地便就称楼下了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而早在公元924年开始，这个村落就已经有雏形了。这个距今1000多年历史的小村，见证了中国南方的兴衰与天灾人祸。村子是毁了又重建，建了又被毁，直到明清，时局稳定，近300年内，村子就出了18个进士，号称18学士，妥妥的耕读之乡。当然，到了现代，读书人已经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存在，而南楼也早已经衰败不堪，沿途都是一些比较旧式的矮房子，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人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打拼，所以平日里会比较冷清，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变得热闹。到路边的稻田，又到了需要收割的时节，小路边则是绿油油的蔬菜，这些都是老人们闲不住自己种的。我们中国人真是祖祖辈辈点满了种菜的种族天赋。河道正在整修，而我们的目标就在那里，看到了吗？村庙前是2棵大榕树，亭亭如盖，如伞伫立。一般南方的村庙外都会有这样的大树，虽然不一定是榕树，但是一定要有浓密的枝叶，因为枝繁叶茂，寓意着子孙兴旺。树上常挂一些装饰品，寓意着金玉满堂。郑家楼村的村庙是一座大庙，庙外门彩绘着的都是民间传说故事，比如说这一幅八锤大闹诛仙阵，这是古典演义小说《说岳全传》里的故事。故事说的是南宋岳家军狄雷、岳云、严成方和元庆主动请缨做先锋攻打金军重镇诛仙阵，直杀的金兵鬼哭狼嚎。大家看，除了传统的门神外，就全是这样的民间故事，如《说唐全传》里的怒打新闻里，薛仁贵征东里的摩天岭，金沙江救主等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本。进入大庙后，首先看到的是焚香点蜡的铁烛台，因为今天不是过年，也不是过节，日常这个时候香客并不多，除了寻常香客点的香烛外，还有一些特殊香烛，就是香客先前来祈祷消灾解难，渡过难关后来还愿用的大蜡烛，就是这一种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么多的大蜡烛，证明大庙还是非常灵验。我们南方村落的村庙，除了日常供奉香火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满足民众聚会和庆祝节日的需求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传统民俗活动庙会。这座戏台就是为了庙会时请戏剧班准备的，一边唱着大戏，一边小贩们会将小摊摆满大庙周围的道路，沿河设立摊点，叫卖各类小吃、工艺品、日用品和玩具。可惜，以上的这些都已经是考据君脑海里儿时的回忆了。毕竟现代人可不缺什么娱乐项目，买东西更加不需要1年1度去庙会赶集，这种传统民间习俗的日渐消亡，说实在的，考据君感到有些可惜。大庙有3间大殿，香火供奉3位大神。右殿第1位，光昭万姓的太阴圣母。太阴圣母原名陈靖姑，因传说她生于正月14净夜时，故小名为14。有传说她是其母梦吞红云怀孕，也有传说她原是观音手指上的3滴血，后化为红雨降世，为众生消灾解难。相传她生长在捉妖世家，从小离别家乡，直上庐山学法，后下山一路斩妖除魔。唐时敕封为护国夫人，宋加封为平天圣母娘娘，后世称之为3封9敕护国，又名顺天圣母。圣母殿内2侧则是太阴圣母的辅神和从神，中间的大殿供奉的则是3宝佛，俗称的3宝佛，即大乘佛教崇敬的3世佛。3世佛指过去佛燃灯佛、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。3宝佛殿周围则是历朝历代的人物故事。说了这么多，考据君还没告诉你们，这座大庙里面供奉的主神是哪位？那么来看一看这些祭祀用的礼器，你们能否猜到呢？没错，左边大殿，也就是最大的一座，顺位第1，就是这座大庙主祭的主神泰山府君，威灵显赫的东岳大帝。
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，在汉族民间传说中，主管世间一切生灵，包括仙神的生死，威能无穷，主生助死的伟大神明。其主要职能包括新旧相待、故国安民、延年益寿、长命成仙、福禄官职、贵贱高下、生死之期、鬼魂之统等。大到王朝的更替，小到个人的富贵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从富贵到贫贱，泰山府君都能管。就问你服不服？我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，从秦始皇到清乾隆帝，都曾到泰山进行过封禅。由于历经帝王推崇，更增添了东岳大帝、泰山府君的玄奇色彩。正是因为泰山府君有这样强大的威能，所以在东南沿海一带香火不绝，成为一些村庄的守护神，就像在这座大庙一样，被作为主要供奉的神明。作为大庙中主祭的主神，东岳大帝殿内两侧从神，文武两班，也是威武不凡。不过简单介绍完这座大庙三殿神明后，考据君又发现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，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？在这座小小的村庙里，暗藏乾坤，竟然融合儒、释、道三种宗教文化的特征。三宝佛是佛教的佛陀，这一点没有争议吧？而东岳大帝和太阴圣母则是道教神灵，这是佛教和道教的融合。肯定又有人问，那儒教呢？也没见到孔子的塑像呢。孔子塑像是没有，可你们别忘了，墙上那些壁画以及大庙外的彩画，那里画的是什么？是忠君爱国、忠孝节义的民间故事。譬如金沙滩救主，这就是儒家宣扬的忠义思想；八锤大闹诛仙阵，则是儒家所倡导的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。这座小小的村庙，不仅受到佛家和道家的影响，连儒家也完美的融入了其中。正是这三种文化和体系的完美融合，才形成了我们南方人独特和谐的宗教观念。离开大庙后，我发现道路两旁也有佛教的界碑，用来提醒往来的过客。前方是宗教场所，而界碑不远处则插着国旗，而大庙内也在显眼的位置悬挂着国旗。这也说明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中国人和那百川有容乃大，不仅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不同的信仰和思想，将它们和谐的放置在同一个庙宇中，也能深刻明白宗教和国家的立场。通俗点说，那就是道归道，佛归佛，儒家归儒家，爱国归爱国。爱国的思想和宗教的信仰和谐共存。信仰是心灵的寄托，而爱国则是每个炎黄子孙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我是考据君，下次我再带你看看我们温州其他的文化地标。关注本频道，获取更多好玩的历史冷知识。